大家对日本的京都一定不陌生吧？京都是一个被世界各大旅行杂志，比如说 Travel Plus Leisure， 连续多年评选为世界最佳城市，拥有几乎无法被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所复制的文化特色。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吗？京都就没有平替吗？其实有没有，在每个人的心里，他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不过如果影片看到这里，你还没有发现，我今天拍的这个地方，它其实不是京都。如果你影片开头你没有发现，那么我想我今天可以给你推荐这个日本河边的小镇，它叫做富田林市。这里的很多场景几乎和日本的动漫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那么我现在先坐电车出发，从道明寺坐车过去。走了，道明寺。我估计《流星花园》的作者神尾叶子是不是当年来过这里？好，那么富田林市到了。富田林市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它总共只有102453人，有5.2万户人家。不过最近几年来这里定居的外国人变多了，总共有2620名外国人在这里定居。这个小城市由于对劳动力极度饥渴，所以大部分的外国人是拿特定技能在这里定居。由于房价特别的便宜，所以很多住在大阪的人也是来这里定居。这里坐车半小时就能到天王寺车站，很多人是白天在大阪上班，然后晚上回这里住，这也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嘛。富田市更像是大阪的一个卫星城市，到了周末的时候，这里会变得比较热闹，来这里旅游的日本人会变得很多。但是它并不算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所以来这里的外国人反而是很少的。这也是很矛盾的一点，就是按它这个人口比例，定居在这里的外国人真的不算少。外国人的游客来这里呢，却是一个稀有物种。主要是来这里旅行非常的硬核，它完整的保留了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的街景风貌。如果你喜欢的是那种完全不商业化的历史老街，那么这里就是宝藏。它这里有很多的这种手作小店和咖啡馆，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在经营的非常纯正的日式老店。也是因为这种纯正，让这里的游玩门槛变得非常的高，很多的老店要提前预约。富田林市也曾经为旅游业努力过，每年的8月1号，它有日本最恐怖、最壮观的花火大会。在这唯一的一天，它经常是有几万人来这里观看，但也仅仅是这一天，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长效的流量。周末来这里度假的日本人很多，提供传统料理的旅馆会洗加温泉一日游。但是这个门槛对于外国人来说，那就不是一点点的高了，并不是说价格贵，相反来说价格非常的便宜，平均也就是5000到1万日元。这个钱包含什么呢？私人完全专属的房间，一整套完整的会席料理，最后还能够泡一个温泉。这个门槛是预定的难度和交通，首先只能够接受打电话预订。这一类的酒店追求亲近，它离那个电车站非常的远，不是本地人的话，作为外国人是很难找到的。我现在是来这里吃一个中午饭，它这里民宅的房子也是这种保留老房子的风格。你看它这个锁门，这个就是自己家里出的。我要去吃饭的那家店在这个地方很有名，它是一个非常小巧的私密餐厅，全店只有14个座位，就是这一家，它是一个洋风餐厅。光看外观，你很难相信它是1914年就修建好的。好，那么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因为客满了，所以我在下面逛一会。这家店以前是一个中药铺，大正时期的日本医疗界有一个巨大的变革，是从传统汉方转型到现代医学的一个过程。这大概也是这个店主为什么要在这个西式的建筑里面去卖中药的一个原因。当然，它现在里面已经全都是咖啡和茶叶店了。好了，那么现在上面有位置了，他现在带我上去。这虽然是一个西式建筑，但它是按照当时日本人的身高和体型来修建的，所以它这个层高真的是很矮。我本身身高就不高了，它这个差点打头。你看这个女生站这里，她和这个门框的高度是一样的。这个楼上还有3楼，但它现在是封住的。这边是他们的厨房区，然后我现在也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女生很可爱，然后我跟她打招呼说我想拍一下厨房，结果她认为我是让她躲开一点，但其实我是很希望她站在镜头前面的。这就是这家餐厅的厨房，
那我最后打招呼还是让大家一起出镜。好，拜拜。不过先不要着急，因为我的饭还没有吃。这个是前菜的沙拉，放了一小片的火腿、橄榄和葡萄。这个我个人觉得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沙拉酱里面是有一点醋的。接着上来的就是汤，他说这个是法式蘑菇汤，也给大家看一下。喝了一口，感觉味道有点冲，调味是偏甜的奶油味。我不得不说，这是不是日本的一个习惯？就他们把东西都放得很危险，就是放在这个边边上。这个是我之前节目台湾老板的店。然后第3份上的是这个冰淇淋，这个冰淇淋它专门切成了小方块，好重的香草味。然后接下来是我的正餐，这个牛肉的摆盘还是蛮精致的。然后上面2个是面包，它用的这个酱也是法式的蘑菇酱，味道很淡，但是配这个牛肉刚刚好。牛肉外面裹的这层酥皮，感觉有点像惠灵顿牛排。口感很不错，用的是 A5 的和牛。摆盘的这个装饰，它用的是萝卜，这个是我没想到的。这个面包要这么吃，你先咬一口，然后把它挑开，再把这个黄油塞进去。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个才是正宗的吃法。然后最后上来的是餐后的甜点和咖啡。甜品的摆盘是冰淇淋、蛋糕和一点点饼干。它这个冰淇淋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的冰而且酸。然后这个蛋糕就是普通的蜂蜜蛋糕，保留了一部分的麦子在里面。我上次吃那个牛排餐厅，它的咖啡也是超浓，这家也是。感觉这种店应该会把咖啡做得异常的浓。吃完了结账，拿去买单。一顿饭是4300，一个那个牛肉加一个那个咖啡，大家觉得贵吗？好了，那么这次就是真的吃完了走了。老建筑，你看，这是我正常下楼梯。这个老房子在屋子里面没有卫生间，它的卫生间是在院子里面的。这个应该是以前的院子门，但现在肯定是不从这里走了。这里还保留着这个屋子以前的压水井。这些咖啡杯也是很精致，我都还很喜欢。带大家去看一下它这个院子。其实如果只是喝咖啡的话，可以坐到院子里面来喝，打个招呼应该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风格它不能算是西式的庭院，它这个应该是大正时期从日式往欧式转型的一个风格。从这边看还蛮好看的，给大家看一下。它的2楼是餐厅，然后1楼全都是店铺，卖点什么茶叶啊、咖啡啊，还有一些小的那个首饰啊、包包之类的。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店铺。这个是以前放中药的柜子。这个也是刚刚在楼上吃东西的客人，然后现在吃完了下来看一看。它这个陈设我还蛮喜欢的，摆的都挺精致的。这边就是刚刚看过去的那个院子。
就如果是单独喝咖啡的话，是可以坐在这里喝的。好了，那么走了，带大家继续去逛一逛。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日本人来的不多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很特别、很著名的景点，它全都是这种深度体验的小店。但是日本人大部分该去的景点他都去过了。但是外国的游客，你来这种店，你一待一下午，你又感觉时间好像浪费了。这里就适合那种本来时间就很充足，本来就是来度假的，而且我感觉很适合摄影师来打卡。这全都是这种没有完全商业化的本地小店，而且就连地面还是那种传统的石子小路。这个路面用的不是沥青，这个是石子路。感觉到从这里走直接回到古代了。我知道有人可能在想，这些房子是不是都空着？但其实不是，它里面都有人住，而且这个是民居。人家只是这种摆设，不信你看这个，你看它门口有信箱，你看到了吗？而且我看到有学生回家放学就进这种屋子，大部分是纯日式的，不过有一些屋子里面是做了一些现代化的改造的，等会去宜家店给大家看一看。其实现代像这样的民宅就要住人的话，它里面都有一些现代化的改造，比如说建筑的抗震结构加固，水电，包括卫生间，包括浴室，包括厨房，这些现代人要进去住的话，避免不了是要改造的。但是大部分的日式榻榻米房间还是保留下来。这里有一个卖咖啡豆的店，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家店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这是一家卖咖啡豆的店啊，好专业啊！这个机器，这是一个热风烘豆子的机器，它烘的豆子呢会比较均匀。这是店主，他正在烤生豆子。这边是各种豆子的成色，它这个店非常的专业，它这里面还卖生豆子，这个盒子里面全都是生豆子，你可以自己买回去烘。啊，这店主才烤出来的豆子，好香啊，好香！豆子品质超好。我选了200克的埃塞俄比亚的豆子，然后店主帮我去烘去了。开启。这家店也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种木头，现在你想用的也没有。然后我去他家的这个庭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主和我的爱好差不多，他也是喜欢在院子里面喝咖啡。如果刚刚那个院子是带点欧式风格的话，那么这一个就是纯粹的日式老院子。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这种日式老宅的原因。热风烘豆子就是这样，它是用热空气把那个豆子给烤好的。它再试一下这个豆子不是那么烫了，就可以装袋了。像这种比较专业的店，他一般就不会问你是要豆子还是要咖啡粉了。你既然都来这里买了，那你肯定是要豆子。提前太久磨咖啡粉的话，会慢慢流失香气。我的。拜拜。他在不断给我介绍这里有哪些店。前面那个小孩就在掏钥匙准备回家，就是这种全都是复古的街道，其实看起来说实话有一点违和感。就是我感觉在这样一个街道，然后穿着打扮全都是现代的人，是不是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呢？我之前看过一部日剧叫《零一》，这个街道跟那部剧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把电线杆拿掉的话，它这里都不需要再布景了。它这个墙外的栏杆甚至就直接就是木头。像这种建筑它做加固的话，那政府出资是不少的。富田林市的财政应该是依靠大阪的，不然如果只是靠他自己的话，他应该出不了这个钱。这边现在没什么产业，它只有几个食品加工厂和几个罐头厂，然后就是一些附近的零星的农业了，没有什么特别大型的商业。兵库县有一个山田市，山田市的人口和富田林是差不多的，但是山田市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奥特莱斯。从这边过去是一个河道，你看它房子外面屋檐的那个挂钩就是这样用的，就是给你挂这个竹帘子，然后给家里隔热的。这个我自己家里也挂了，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现在日本大部分用的是那种更现代一些的隔热布，比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只不过说这种复古的建筑它适合挂这个。
我家挂呢，纯粹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边外面看过去就是河道，很多人在这里玩，在这里打球。每年的花火大会也是在这个地方举办的。其实我现在站着拍的这个位置是人家家里的车库。好，我现在带大家去下面看一下。这个城市是真的不大，这个地方已经算是城市的边缘了吧？他走到那个市中心的车站只要10到15分钟，走路啊。我就感觉在这里定居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买车，他走到哪都是走路，直接从这里下去就到底下的那个河道了。他每年开烟火大会的时候，这两边的咖啡店还有餐厅都是爆满，因为直接坐在阳台上面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烟火。下来之后，外面是这样的，前面直接开了一个小路口，它旁边还有更大的。住在这个河边的人，他这个视野就是这么开阔。这里面好像是一些学校的社团在里面集训，看他们的打扮好像是棒球社的。日本的学校社团在外面搞这种活动是常有的事，这个漫画里面就经常有，也不奇怪。这个地方是真舒服。这两个日本人是刚刚在那个餐厅一起吃饭的，现在看地图，现在应该是在找旅社，所以这个地方他是可能真不好找。你看他日本人他也要找。其实这边的停车场就应该证明了，就那个旅社应该离这里不远了。这个前面有家五金店，算是活化石了。它专门卖一些这种老房子的加固件，这种老宅的加固和维修它是很讲究的。就一个普通的水管的固定，它都有专门的钉子。它里面还卖一些传统的手工艺的五金工具，不过它今天没有开门。像这一条街，它只在周末才营业，它平时没什么生意。说白了就是这里平时上班的人都去大阪了。这边停着自行车的估计里面住了人。它前面还有一个书法班，然后有几个小朋友在那边停车，那是可能来上书法课的。像右边的这个房子，它的屋檐真的是很矮，这直接可以用手就摸得到。一般像这种屋檐矮的，然后玻璃多的，在这种老街，它100%以前是商铺。日本以前对平民和商人的建筑，它是有严格的限高，就你这种店铺，你不能够修太高。如果你家的商铺修得比50家的房子还要高的话，那就是僭越了。弄得不好的话，晚上被砍了也有可能。那个时候武士对无理的平民他是有合法的斩杀权的，但是一般直接上刀砍的他并不多。举个例子，你的房子高了，然后官府下令强制拆除，结果你不光不拆，然后还仗着自己有钱，口出狂言辱骂武士，那你可能就要尝尝拔刀术的滋味了。所以这也是后面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原因。因为到了江户时代的后期，很多武士其实连饭都吃不起了。这个时候虽然他的身份还是高于商人的，但是有些事情嘛，我们可以私底下商量。甚至有些大商人他就雇佣武士做那个高级顾问，实际也就是保安，就跟宗门请你去做长老差不多。名义上是长老，其实就是看场子。这里有一家咖啡店啊，我们进去坐一会。这家店它不是一个纯店铺，它晚上还自己租家。好，那么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这个其实就是人家家里的客厅，他到了晚上他把这里收拾就自己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问了的。好了，那么我就坐这个桌子吧，给大家看一下这家店的一个全貌。他家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挡住了，不能过去。但这个屋子的层高真的是非常的高，这在江户时代估计就要给住在附近武士的钱了。你看，这还有他孩子的玩具，这小朋友的玩具他就丢在这里了，这玩了一半的。好了，我一开始以为他是顾客，然后他给了我一个这个感谢卡，这个是一个明信片。我的咖啡来啦！浅红的豆子，带一点柠檬，可能给了一点柠檬汁里面。他这家店的咖啡做法很特别，应该还压了一些柠檬汁在里面，有点偏现代的，大家可以看到。他甚至还在里面卖了一些衣服。就是虽然我这个是古宅，但是我不一定要装成古宅的那个样子，我还是一个很现代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拜。到了，它就直接是木头上，就那个锁门就直接在，那个锁门在这里。走啦，拜拜。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个咖啡店就很明显了，它就是在一个古宅里面，但它并不是完全复古的，因为他本人还在里面住。如果他完全用复古的那些东西的话，他住着也不舒服。所以这种老宅它不是说不能住人，就看你要不要做现代化的改造，比如说把那个横梁加固，把房间给扩大。好了嘛，我现在从这一片就出去了，这外面的这一片区房子就不是复古的了，这一片应该是后来新修的。你看它这里还有业务超市。生活上的话，它这边是不成问题的，工作也不用考虑，因为它这里到大阪它是半个小时，它直接到大阪市区去工作就可以了。这里前面有一个桥，过了那个桥之后呢是新城，就是一个河隔开了两个时代。这条河和鸭川以前是一样的，特别是花火大会的时候，它河的两边全都是烧烤店。到这里之后，整个视野是完全没有遮挡，就很舒服。而且不得不说，它这个河水是清澈见底。它到这里就很有这种日漫的味道了。看这边全都是新城区，它就隔着一条河。你说它这个是不是隔了100年？不过当然，它这边也有零星的这种老建筑。我估计以前这一片应该是农田，因为这个老房子它感觉更像是一个农舍。它的新城区的商业氛围是要浓厚一些，大的这些商超都在这边，这是很有割裂感的，隔着没有多远。那边是江户时代，然后这边是现代，这还有吴彦祖的版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看的，请记得帮我点赞、关注、收藏。如果还有其他的想看的，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的支持。